中国人喜欢扎堆，他们会说中国人是不幽默的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原则上可以，实际上就是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是可以。Hello， 大家好，今天我邀请到了我在德国的中国朋友糯米和红枣来和我一起录这个视频，聊一些很真实的，甚至有一点敏感的话题。那我们开始吧。我们都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并且未来可能会继续在这里生活，所以今天第一个话题想聊一下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里，中国和德国生活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当初决定留在德国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德国的年假比较多，对，有30天，国内很少有公司你可以放年假，而且很多公司它都是996嘛。像我们这种年龄可能刚开始在公司工作不到5天，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出去玩，德国的这个30天年假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喜欢玩的类型。对，那糯米也是这个原因吗？我选择留在德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更多自己发挥自己所长的自由。因为我们都是从传统的中国家庭出来的，那么家长都很想要我们活成他们心目中的样子。对，那如果我到了国外，在德国的话，那我就可以尽可能的有个人的时间，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家长太远了，管不到你的生活。那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因为距离很近，他们就可以就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吗？他们可以比如说在时间上更加频繁的去骚扰我，让我早日成家，让我早日生孩子。比如说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德国舒适很多的原因。在国内从各方面都有各种压力，比如说家人还有社会给你很多这个年龄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个人活成的那个成功的样子都差不多。好像在欧洲这边你能看到很多种不一样的所谓的成功或者美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可能是我留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方面的，这是我第一次想要留在德国的时候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以后要生孩子的话，我不想要我的孩子经历我在中国教育经历的那些事情。如果你在中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非常非常有权利的人的话，你孩子的教育肯定就是那种压力非常大，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去保护他控制他的那个教育的环境。所以因为这一点是我最开始想要留在德国的原因。但你们两个好像都不是很想生孩子，对吧？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没有想生孩子的欲望，但是如果有孩子的话，确实我也不想让他接受一遍中国的教育。我是从河南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小城市出来的，我经历过这样子很痛苦的时光。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钟要从床上爬起来，然后5点半要在操场集合，然后一个班级你要站成像军人那种站列，很挤那样的去跑操，跑个20分钟，大概5点50、6点的时候，然后回到班级里要去早读，每天就要上1天的课，写很多作业，到晚上大概10点半才能睡觉。当然现在中国很多教育局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去管这个事情，不让学生太上早晚自习，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很多教育还是非常的不注重个体化。我有时候觉得就那一段教育经历成长经历，它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我还是不太敢自由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德国的时候。对，比如说当时我上班的时候，老板问我你怎么看，我一开始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去问过我的意见，没有人在意我的声音，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每个人都会。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大家都工作得很累，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整个人的状态就很疲惫，很难看到那种生命力。但是我觉得在这边遇到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总的来说在这边能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比起在国内可能大家想法比较相似，然后大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
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能遇到的朋友还有精神世界各方面会要充实一些，这是我的感觉。对，我非常同意。就像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但是我已经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段职业生涯。我的老板他经常在下午，比如说5点钟的时候问我怎么还不下班，你要去享受你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是在国内工作的话，那么我的生命就只体现在我要赚钱，我要为公司付出我的所有，那我就不应该有我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工作可能在国内会占了你80%的生活，所以它以外的东西真的空间就很小了，而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反而才是我生命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选择留在这里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对，那其实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身边的朋友回国的好像比留在德国的更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想要回中国，因为中国确实有在比如说经济啊，还有生活各方面和欧洲的或者美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了，甚至有的地方比这边还要方便，物质还要丰富一些。你们怎么觉得就现在国内生活的优点？我觉得物质上肯定很多时候比德国这边还要更好一些。比如说在吃的种类上，中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蔬菜肉类，对，各种很便宜的食物，然后而且又新鲜，这些是在德国你要花很大价钱去买的。这一部分是很便利的，还有就是那种外卖嘛。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便利其实是建立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的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对，就是中国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受过很良好的教育，他就是被牺牲掉了一代，然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办法去赚更多钱，只能从事一些很低级很基础的这种劳动，然后就是过得很苦。所以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吧，可以回去享受这样的优势，也可以在德国跟大家过一样的，每个人的劳动力是同等珍贵的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在后者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像你说的，回国我们会过非常非常便利的生活，你可以晚上10点钟去餐厅吃饭，是12点钟也可以点到外卖。但是由于我自己开始打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打工人的角度，对，我从打工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建立在其他人极其低廉的时薪上面的。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忍心。对，然后也很不希望去加剧这种剥削。我自己也是刚开始觉得习惯了这种快，就会觉得这种慢生活，在欧洲的慢生活有点无聊。但其实你过习惯了这种慢生活，你会思考一下，我真的需要那么多外卖？我真的需要那么多物质吗？好像也不需要。所以我就会觉得在这边生活我更开心更舒适。那我也不那么需要那边的方便。除了我们作为中国人肯定很习惯中国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家人在中国之外，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治安非常好，比欧洲确实安全感要强很多。这点我同意。反正每次回国的时候，我不会担心我的钱包会被别人偷之类的。当然在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的地方还是要小心嘛。感觉在德国的话，在慕尼黑我觉得还好，但是一旦出了德国，在巴黎呀、法兰克福、柏林，对，这些地方也算。对，然后我就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每次就算碰到了抢劫或者说小偷的事件，你也没有办法很快得到解决。是的，是的。说到效率，不仅是警察的效率，各方面的效率好像和中国比起来确实有差距。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是有原因的。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很多事情做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容易。比如说你不需要每天还要等政府给你寄信，很多事情直接在网上就可以完成，很快就能完成。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既好
也坏吧，就是中国人还蛮灵活的，就是对我同意你可以随时，哪怕说规则上说不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有没有余地可以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可能中国它作为一个人情的社会，比较多可以灵活的改动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它的一个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坏的那一面。对，对，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原则上可以，实际上就是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是可以。对，这个很有意思。是的，是的。我刚才提到说，我觉得我在这边能交到很多有意思的朋友。说到朋友这一点，我经常听到外国人会批评中国人说，就是中国人喜欢在国外跟中国人一起玩，而不是和外国人一起玩。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你们觉得是对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你们也可以从自己的经历来聊一聊，是不是这样的？很多外国人他觉得中国人喜欢扎堆，这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种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特征非常明显的外国人。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会被放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确实会更容易的认识中国朋友，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尝试融入德国的社会或者是西方的社会。就是哪怕说尝试了，可能还是觉得和中国朋友认识或者交流起来比较容易，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一个朋友的话，如果对方是中国人，那么我们的边界似乎会更加的小一些。这个我非常同意。你先说。就像我们非常容易去知道对方的生活，对，知道对方喜欢什么，爱好是什么，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共同的文化背景。对，但是如果我们是跟一个外国朋友的话，我们生活的社会或者是这个生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想要建立起联系就已经有了一定的障碍，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去认识了解一个外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总的来说比起外国人来说边界感都要小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距离，我会觉得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是要小一点的。比如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一种集体的文化，然后很多西方的或者是日本的，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尊重人的私人空间，就有的话题是不可以聊的，当你不是很亲近的朋友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和外国人交流，我就会有点担心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问，这里是不是我有点不礼貌之类的。但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少会有这种想法，就大家可能都会比较随意一点，都会一开始就还挺亲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一开始认识就已经这么亲近了，但是国外可能一开始认识是这个感觉，你要慢慢的开始认识他。所以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中国人不礼貌呢？可能不礼貌是负面的一个因素，但是它一个正面的因素就是你通过那些不礼貌的有点跨越边界的问题，可能会有机会很快和那个人成为朋友。比如说你开始就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呀，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就有点 too much， 就是这不是一个一开始就会问的问题。对，但中国人你可能就会问，然后问了之后你可能真的就能聊起来，聊到比较还私人的比较深的话题，那么就很容易成为朋友，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觉得可能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或者也不一定说是更喜欢，就是刚刚说的更容易跟中国的圈子去融入。然后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上大学，我也观察到一些，比如说韩国的留学生，他们也很喜欢一堆韩国人一起玩。然后德国留学生也喜欢跟德国人一起玩，就是当你一个群体你在海外的时候，你还是更想要找到一个跟你有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然后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归属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去责怪中国留学生只爱跟中国人玩，这个放到全世界应该都是一个普世的现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去融入国外的环境。
对，我很同意刚才糯米和红枣讲的那个点。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中国人喜欢扎堆？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人很多，在国外有扎堆的可能性，你得有足够的人才能扎堆，对不对？还有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亚洲的脸，就会觉得啊，又是中国人在扎堆。然后我也去思考过，为什么中国人可能倾向于一起玩的原因，除了刚才两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类似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切的科技和我们的生活的生态，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 APP， 我们不需要去用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之类的，我们都有自己中国的那些应用程序，让我们和中国人一起玩提供了一个很便利的一个平台吧。摄影师也提到了，他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可以聊一聊吗？我觉得我在德国待的这段时间里，大部分很亲密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一个是文化属性的原因，让我觉得跟中国朋友能够有更多私密的亲密的东西可以分享。另外一个原因，我会觉得我在和外国朋友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有的时候我比如说和一群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能完全的理解到他们每个人说的东西，我就是带着一种连蒙带猜的感觉，然后在这个谈话中，所以当我想要发表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完全理解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我也就不太敢去发表我的意见，这样我在这个群体中也有一点容易被边缘化。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很能懂。对，所以我一方面就是觉得就是很想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而且摄影师的语言能力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可能那倒没可能只是就是在某些比较有深度或者比较专门的也专业的话题会比较困难，可能对，而就是如果是在这种谈话中，比如说我想表达但我没有表达，我有挫败感，然后对于我来说，这种挫败感的累积会让我可能下一次更难开口。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原因吧。对，我们很害怕犯错，很害怕问问题，就是你得自己理解，听不懂我们也既听不懂也不敢问。对，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或者教育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导致了这一步很难迈出去。可能在一些比较外向的文化里面，当别人说什么自己没听懂的时候，你立马就能问，然后就能解决，然后反而关系会更进一步。但我们反而是那个不太敢说错，不太敢理解错的那种，所以就有点害怕。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害怕，语言反而就练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我很赞同这一点。我想要提一个刻板印象。在外国人的眼里，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在一些喜剧电影，他们会说中国人是不幽默的但是我想说，当我在使用第二外语或第三外语的时候，这是非常能表达我个人真实的想法，或者是100%的传递出我的情绪的。就像当我在使用中文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可以讲很多的笑话，但是用英语或者是德语的时候，我几乎完全不能讲任何的笑话，我只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把我学到的单词拼凑出来。就像我在听其他的朋友讲笑话的时候，我也只能汲取关键词，我也不可能完全的理解他们基于他们比如说10几年成长的文化背后的一些幽默。那你现在用中文说几个笑话？你在说中文？不要了吧？对，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是，比如说在一群外国的朋友，他们在聊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我其实是看过的，但我不知道它的外国名字是什么我就错过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当我反应过来，比如说过了5分钟，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 over 了，对，已经结束了。对，因为笑话或者是一个玩笑，你得当场立马说出来，不然它失去了时效性就不好笑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跟不上那个节奏，可能因为语言稍微差了一点点，然后就没有办法。对。是这样的。真的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翻译一些国际大片的时候，中文翻译跟
原版的翻译差距那么大。是因为我看好像其他就是不同版本的语言，它翻译一个片名的时候，都跟原版差不太多，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个片是什么，但中文翻译的就是天差地别。对，我觉得有可能是中文，他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想要字面的那个翻译，他想要去找那个电影本身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他到底演了什么，这是意义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中文翻译名字它有一个独特的自己的模式，这个之后可以出一期视频聊一聊。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最近的那个最近的那个 Stranger Things， 对不对？它翻译成怪奇物语，什么什么物语，这个翻译非常常见。所以哪怕这个 Stranger Things 里面没有任何和物语相关的东西，我们也会把它翻译成什么什么物语。就是其实也是这个字也是从日语的一个 monogatari 这个词来的，然后中国就很喜欢把这个放在电影里面的翻译，所以造成了我对日本动漫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英语的电影电视剧我也不知道什么，我都看过，但是我们看的时候看的是中文的那个题目，对。那我们自己的体验是什么呢？我们的中国朋友比外国朋友更多吗？从数字上来说，我的中国朋友是更多的。那从质量上来说，从质量上面也是中国的朋友更多的。但是我其实已经是动用了我非常非常强的主观的，这叫什么呢？就是我能动性，对，主观能动性，很努力的去尝试认识更多朋友。我并不是说想要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内，我也想去认识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但是可能在同一段时间里，我认识的外国朋友才2个，但是我已经认识了10个中国朋友。确实是容易程度不太一样。对。或者是就是那个友谊的浓度，对，友谊的浓度也不一样。确实和比如说在这边留学的中国人，我们和他们的或者看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很近，因为我们的背景太相似了，我们的文化，然后我们在这边的生活，我们能够理解对方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也很自然，很正常。我觉得我也是，中国朋友比德国朋友更多。质量上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因为我的德国朋友也不多，然后有2个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我们还一起去中国玩了，对。但是也是因为他们2个本身是学中文的，就是我们在建立友谊这个方面难度低了很多，他们更能理解我以及我背后的文化，他们也对中国还很感兴趣，他们人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也不能算是完全纯正的外国朋友，是确实。然后其他的一些外国朋友，就是很多是在读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后面没有再见面了，然后就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联系的话，还是可以重新的去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中国朋友很容易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很喜欢约饭，就是对我们都很喜欢吃饭。对，饭这个东西你随时都得吃吧，然后你今天可以约一个朋友，然后过几天也可以约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大家一起聚会，因为中餐会很多人一起分享嘛，所以通过这个就很容易频繁的见朋友。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一半一半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很容易认识，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中国的朋友圈已经我觉得已经比较深刻，比较固定了，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和这几个朋友一起玩，那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努力认识中国朋友了，就是如果不需要的话，其他人失去了机会。对，我就觉得我想要好好的和我这些中国朋友好好的一直保持这个关系，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像刚才糯米讲的，我就想要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人，所以现在来说大概是一半一半，友谊的这个浓度或者深度可能也是差不多的。对，那就聊到这里，今天我们聊了2个大的话题。如果你们对其他的话题感兴趣，在评论区里面
告诉我。我们之后还会聊到关于和德国以及中国男生谈恋爱的一些区别，还有什么还有为什么中国女生，或者是不是中国女生更喜欢留在国外，中国女生是不是在国外受欢迎，我们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我们之后也会聊到。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channel。请大家多多支持 Into Chinese， 谢谢，谢谢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拜拜。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兔子的声音怎么回事？它在磨牙吗？它在吃。传来了兔吃草的声音。继续在这里。再来。